日本2大神颜的孩子，前不久还是最强星二代，怎么最近就成了全网群嘲的强推之耻？要看到木村光希的困境，你必须先明白他的起点有多么离谱。他的父亲是日剧天王木村拓哉，他的母亲是昭和末期的顶流歌姬工藤静香，这对夫妻在日本就如同神话一般的存在。所以当他们那个被保护了15年，连一张正脸照都未曾流出的宝贝女儿，在2018年宣布要以模特身份出道时，整个亚洲娱乐圈都为之震动。她的出道不是从一个小小的平面广告开始，而是直接空降登上了日本顶级时尚杂志《ella》的封面。你可能不知道啊，这在日本是什么概念？日本的时尚圈极其排外和严苛，顶级大刊的封面极少会给一个毫无经验的新人。但木村光希不仅拿下了，而且为他长进的是日本广告界的泰斗，也是他父母的好友操尚和美。他穿的是香奈儿等7大奢侈品牌的新款。这场出道啊，与其说是一个新人的亮相，不如说是整个日本时尚圈为木村拓哉和工藤静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人情兑现仪式。从那一刻起，木村光希的人生就坐上了一部由父母人脉驱动的资源直升机。6月，他成了宝格丽史上最年轻的品牌大使；9月，他又成了香奈儿的美妆大使。短短半年，他走完了普通模特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一开始，日本民众对这位天选之女还抱有极大的好奇和善意，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啊，这架直升机飞得太快了，也太蛮横了。当木村光希第一次走上香奈儿的大秀 T 台时，他的台步僵硬笨拙，毫无气场，被日本网友无情地嘲讽为 T 台上的公开处刑。当他穿着华伦天奴的和服拍摄广告时，为了所谓的艺术感，竟然一脚踩在了和服的腰带上。这个动作在日本的文化里等同于对他国文化的一种亵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而最让日本民众反感的是那次著名的74家报纸头版事件。在日本即将更新年号令和这个记录历史变迁的特殊时刻，全日本74家报纸的头版没有刊登任何新闻，而是全部被木村光希的一张大头照所占据。74张照片嘴型各不相同，连起来是一句让日本人去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之类的鸡汤。这下舆论彻底炸了，一个全靠父母的16岁星二代，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买断了全国的公共喉舌来给自己做宣传，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教育国民。这种操作啊，彻底点燃了日本民众的逆反心理。你看，这就是木村光希面临的第一个悖论。父母给他的顶级资源就像一把双刃剑，让他轻松地站上了巅峰，但也让他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新人慢慢学习和成长的空间。他被这架直升机直接送到了一个他当时的能力还远远无法驾驭的高度，每一次亮相都成了一次暴露短板的公开处刑。如果说在模特圈的德不配位还只是业务能力的问题，那么当他拿着这架直升机闯入电影圈时，就彻底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一个毫无表演经验的新人上来就主演了恐怖片大师清水崇的电影《牛首村》，结果票房口碑双双扑街。他在电影里的表演呢，被观众评价为在面瘫和五官乱飞之间反复横跳。但就是这样一部烂片啊，这样灾难级的演技，你猜怎么着啊？他竟然拿下了日本电影界颇具分量的蓝丝带最佳新人奖。要知道，往年拿这个奖的是黑木华，是芦田爱菜，是新垣结衣，个个都是公认的实力派。这个奖成了压垮日本民众心中那杆公平秤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意识到资本和人情已经可以赤裸裸的扭曲一个行业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从此强推之耻成了木村光希身上再也撕不掉的标签。而他的姐姐木村新美也几乎是复制粘贴了妹妹的强推之路，顶着长笛天才少女的名号，出道即登上日本 Vogue 的封面，当天就官宣迪奥的日本区大使。你看懂了吗？木村姐妹的困境啊，其实是所有星二代困境的一个缩影。比如德普的女儿莉莉罗斯德普，身高不到1.6米，台步像逛菜市场，却能成为香奈儿的代言人。她在采访中还曾委屈地表示，自己能得到这一切啊，靠的是努力，而不是父母。这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言论，引发了超模圈的集体反击。一位超模就公开说，我们排几个小时的队等着试镜，结果常常是眼睁睁看着一个星二代从温暖的豪车里下来插队。你永远不会知道，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必须经历多少奋斗。说到底啊，星二代们既然出生就在罗马走了人生的捷径，那就更应该对这份幸运抱有敬畏之心。而木村拓哉和工藤静香这对曾经的叛逆偶像，在成为父母后却似乎忘了这一点。他们太急于让女儿复制自己的成功，就用一种最不酷的方式透支了自己半生积攒下来的国民好感度。如今木村光希依然活跃在各大时尚活动中，但围绕着他的不再是好奇与期待，而是挥之不去的质疑和嘲讽。那么来自父母的巨额资产最终没有成为他高飞的翅膀，反而成了一笔沉重的需要他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偿还的负债。